陈平安为救一城百姓力扛天劫，正在安心修炼的贺小良却惨遭雷劈。陈平安为了躲避高澄和贺小良的算计，他在披麻宗的隐蔽下乘坐仙家渡船，一口气足足跑了几千里。但是陈平安仍是担心贺小良会跟随继续算计他，所以就算离开海谷滩很远的陈平安仍是不敢下仙家渡船去历练。直到仙家渡船经过了一座名为月华山的山峰后，陈平安这才放下心来准备下船去历练。因为这月华山有名古蛙这种深受炼气士喜爱的妖兽存在，不过名古蛙隐蔽在地下极难捕捉，但是名古蛙偶尔会露面盘踞山巅汲取月华修炼，所以福缘深厚之人路过月华山便会撞见名古蛙的出现。但是陈平安在月华山停留了数日也没有见到名古蛙的身影，因此陈平安反而高兴了起来。毕竟没有见到名古蛙的出现，就说明陈平安的运气不足，这也就意味着贺小良终于离开了。于是陈平安这才放心下船游历。刚开始陈平安还是一切顺利，只是当陈平安来到了一座郡城后，他发现这座郡城被一片黑雾笼罩着，郡城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天灾发生，并且还有许多炼气士都在往郡城聚拢。为了一城的众多百姓着想，于是陈平安很快就查明了郡城变化的原因。原来郡城的变化源自于郡城的城隍爷即将精神崩坏，行至香火大道的尽头了。但是向人之未死，这位城隍爷也不例外。城隍为了活命用尽了法子，先是疏通关系耗尽积蓄，跟朝廷讨要了一封逾越礼制的告密，硬是将他从一郡城隍提拔到了州城城隍的高位。可最终效果依旧不好，仍是没能阻止城隍的精神崩坏。而城隍之所以精神崩碎不可挽救，源自于郡城中一桩当时无人太过在意却影响深远的陈年旧事。郡城内在100年之前曾发生过一桩书香门第满门横死的冤案，这个书香门第数代人行善积德，更是在家族祠堂匾额内都快要孕育出一位香火小人了，却一夜之间惨遭横祸，鸡犬不留。当时城隍爷雷霆震怒，开始命诸司蓄力纠查此事，可不曾想查到最后竟然查到了城隍庙自己头上。原来这桩灭门惨案的主使正是城隍庙的府使阴阳司主官。这位府使不仅看中了书香门第家中的女子，而且他还要谋取香火小人，于是他便请了一伙流川匪徒血洗了书香门第。然而这位生前就擅长沽名钓誉的城隍在查明真相后，明面上帮着官府找到了那伙匪人，就地斩杀，暗中却是放过了他的府官。然而没曾想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个孩子，在家族被屠戮食完捉迷藏，得以逃过一劫，最终还得以侥幸逃出郡城，并且10数年后在一个世交前辈的帮助下，他得以更换姓名，户籍高中榜眼。仕途顺遂的他最后主动回到了这座郡城当了父母官。然后这位侥幸生还的读书人便开始着手翻案，读书人顺藤摸瓜就给他查到了城隍庙那边。可城隍爷为了自己的名声清誉，便斩草除根，赶掉了这位读书人。这位本该前途似锦的读书人一直未曾娶妻，他身边也无书童婢女，自始至终他一人孑然上任，又一人赴死落幕，好似这位读书人早已料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不曾想这位读书人身负气运，加上有位公主也对这位读书人一见钟情，毕生念念不忘。公主甚至为了读书人逃避婚嫁，当了一位道家女官。虽然公主没有炼气士的资质，但她到底是一位深得宠爱的公主殿下，因此这无意中便将一丝国祚纠缠在了这位读书人身上。后来公主在听闻读书人身亡的噩耗后，她也毅然决然自尽而去。这2份因果叠加，便加深了城隍的罪过。因此在城隍斩草除根的3年之后，城隍的金身便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缝，哪怕城隍用积攒下来的那些阴德修补，竟是都无法弥补这条裂缝。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裂缝蔓延全身，直至如今金身即将崩碎。而笼罩在郡城上的黑云便是城隍所需要承受的因果天劫，只要城隍金身彻底崩坏，天劫就会随之降临。然而遭受因果反噬的城隍不仅不知悔改，他为了金身的性命前程，更是动用关系压下了郡城即将面临的灾难，以此来阻止郡城中的百姓逃离。城隍为的就是要用一个郡城所有人的性命来为他在天劫之下保住金身。至于那些炼气士聚在郡城，则是为寻宝而来。这郡城之中有一件被一州山水气运孕育了数千年的天才地宝，如今随着郡城的怨气煞气太重，这宝物便不愿继续再待在城中，才有了重宝现世的兆头。而陈平安在查找真相的时候，还新收了个名叫杜鱼的跟班。杜鱼乃是附近山头的一个仙二代，嚣张跋扈的杜鱼在行凶的时候被陈平安给撞见了。好在杜鱼不是十恶不赦之人，加上杜鱼名字的由来与宁瑶相同，因为杜鱼的爹姓杜，他的娘姓于，所以陈平安在查找真相的这段时间就一直带着杜鱼教化他。杜鱼在陈平安的熏陶之下也是得以改邪归正，对陈平安那是十分的敬仰。而知道郡城变化真相的陈平安也是唏嘘不已。陈平安来到了那位读书人早已破败不堪的宅院之中，那个读书人至死都没能为爹娘翻案报仇，他这个泥平巷的陈平安同样至今还未能为爹娘报仇。
于是陈平安当即让杜鱼离开郡城后，就独自前往了城隍庙。途中陈平安只是喃喃道：“因果也好，天劫也罢，我倪萍向陈平安都接下了。陈平安要为这位读书人找回公道，同时他也要学齐先生为这一郡百姓扛一扛这道天劫。”陈平安来到城隍庙，直接斩杀了城隍还有当初那位罪魁祸首。而随着城隍精神彻底崩碎，笼罩在郡城上空的黑云也霎时开始下坠。城中那些炼气士则是飞快逃离，城中百姓则是不知天地变化的缘由。这一天，云海下垂与天地碰撞，唯有陈平安向着云海御剑出拳不止。或许陈平安当初没有看到齐先生是如何靠本命字对抗三教大王，但此时此刻的陈平安与慷慨赴死的齐先生何其相似。在云海依旧缓缓下沉至距离郡城100丈之后，最后一幕是一道金色剑光从人间起，仿佛从南向北瞬间划开了整座云海。在那之后，一郡之地唯有雷鸣之声，剑光萦绕云海中。当天地终于归于寂静，笼罩整座郡城的云海缓缓消散，陈平安血肉模糊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就在陈平安打散云海的同时，返回清凉宗正在安心修炼的贺小良无缘无故突然遭遇了雷劈，修行没有任何问题的贺小良更是差点因此跌进。在天雷消散后，贺小良才知道原来是陈平安的关系。陈平安这一次的出手不仅是救了一郡百姓，他也借此狠狠地坑了贺小良一把。毕竟贺小良和陈平安是绑定在了一起的，陈平安这一次惹上的可是关乎因果的结束，所以纵然是贺小良离得再远，也将与陈平安共同承受这份因果，因此贺小良才会遭遇天雷的打击。陈平安这也算是给了贺小良一个教训。然而在陈平安扛下天劫正值虚弱的时候，却有人看中了陈平安随身的重宝。陈平安力扛天劫再现超强心智，江上真护到陈平安最终抱得美人归。随着陈平安扛下天劫，打散了郡城上空的黑云后，郡城中那件隐藏的重宝也随之破土而出，竟是一件由天地孕育而出的剑修至宝先天剑胚。剑胚出世后便急速向天空飞掠而去，要逃离此地。于是先前那些为躲避天劫而离开的炼气士再次现身，要抢夺异宝。数以千百计的各方普蝶仙师，还有试图捡漏的野修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他们纷纷追逐异宝而去。一时间他们竟无暇顾及重伤不能动弹的陈平安。然而这一切其实都在陈平安的算计之中。陈平安在查明随驾城被黑云笼罩的真相时，他已经得罪了周边许多仙家势力，加上陈平安对抗天劫时需要用到随身的很多法宝，这难免会引来盯着随驾城众多修士的觊觎。而陈平安自知他对抗天劫后肯定会身负重伤，所以到时候陷入虚弱的他若是被那些修士围攻，肯定在劫难逃。于是陈平安在斩杀城隍的时候，他便让初一遁入地底，提前找到了剑胚，以此压制剑胚，不让他提前现世。然后在陈平安扛下天劫倒在血泊之后，初一回归，剑胚也随之现世。这样一来，一众修士的目光便被出世的剑胚所吸引去，重伤的陈平安则是被暂时遗忘。一场追杀和乱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唯有杜鱼没有去追寻异宝，他反而是飞奔向着城中陈平安的方位寻觅而去。在陈平安要为一城百姓扛下天劫之前，陈平安本让这位弃恶从善的杜鱼离开了郡城。虽然杜鱼经过陈平安的教化，没有了继续为恶的念头，但是杜鱼总归是高高在上的山上仙人，所以离开的杜鱼怎么都想不明白，并且是打死都不明白，为何陈平安这位最会算计得失的前辈要做傻事。郡城中的那几万又或者10数万条凡夫俗子的性命，怎么跟陈平安这位剑仙的修为性命相提并论？想不明白的杜鱼放声怒吼。最终杜鱼想到了陈平安这段时间带着他的所言所行，以及对他的教诲，杜鱼似乎有了一丝明悟。算计人是针对恶人坏事的，做傻事却是心怀苍生，力求自心无愧的。这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做事真正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于是杜鱼不顾危险，毅然决然返回了郡城。当杜鱼找到血肉模糊的陈平安后，就更加敬佩陈平安了。同时杜鱼也非常清楚，那些修士一旦抢夺完剑胚后，他们肯定会回到城中劫杀陈平安，所以杜鱼就打算先把陈平安背走给隐藏起来。然而杜鱼正蹲下身要将陈平安背在身后时，杜鱼却没能看到足可震碎他胆子的一幕，因为此时的天幕高处有一位大修士正向他们御风而来，来人正是又悄悄返回跟在陈平安身后的江上真。虚弱不已的陈平安察觉到了江上真的出现后，陈平安轻轻摇了摇手指，示意自己性命无碍，这杜鱼也可信。于是江上真犹豫了一下，便没有现身，就此远去。而在杜鱼将陈平安藏起来的第2天，那些没有抢夺到剑胚的修士果真回到了郡城，要寻找陈平安的踪迹。为了尽快的寻找到陈平安，那些修士甚至张贴出赏钱，让城中百姓一起替他们寻找陈平安的身影。然而其实在陈平安力扛天劫时，随驾城中唯一一位坚持正义的火神，曾不畏生死现身，和陈平安一起抵御天劫。当初郡城中那位在灭门惨案下仅存的孩童，也正是在火神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郡城。火神的出现也让陈平安感受到了正义的存在。
可是，在抵御天劫之后，火神更是被重伤的即将消散。然而，火神不忍城中百姓助纣为虐，于是随驾城的火神不顾耗费最后一点生命，告诉了郡城百姓陈平安从天劫之下挽救他们的真相。结果刚说完话的火神就被陈平安的一众敌人打击，就此消散。而知晓真相的百姓众生依然不对陈平安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恨陈平安没有保护好他们的财产。毕竟经天劫的打击，城中的建筑也是损伤惨重，所以他们可不管什么助纣为虐。好在杜宇选择的位置还算隐蔽，所以陈平安才得以慢慢恢复伤势。而当陈平安伤势恢复的差不多时，日子恰巧是2月初2。陈平安想着这一次最起码有火神为他喊话，有杜宇赶来救他，所以陈平安的心是暖的。陈平安就觉得2月2真是个好日子，因为正义一直都在，也许很微弱，但绝不会消失。在感慨完毕后，陈平安正式现身要为火神讨回公道。可是当陈平安出现在郡城中时，陈平安竟发现城中有修士用婴孩的性命威胁逼迫他现身。修士对生命的漠视让陈平安非常气愤，于是陈平安救下孩童交给了杜宇后，陈平安便要与这些修士彻底做个了断。在陈平安离开后，江上真为了让陈平安游历北距泸州没有负担，于是他便现身赐给了杜宇一桩大机缘，然后带走了孩童，并留下话语让杜宇转告陈平安，婴孩他江上真带回保平州安置了，让陈平安只管放心远游，出不了差池。而另一边，随驾城中的众宝剑胚最终被一位幕后的元婴修士所夺。这位元婴修士乃是孟良国国师，国师和另一位名叫夏真的元婴修士共同打造了一座大阵，将周边十数国的灵气禁锢。这样一来，灵气稀薄的十数国修士最高就只能止步金丹境了。但如果将来他们一旦将禁锢的灵气解封，那么灵气道观的十数国100年之内就会是一个个修道胚子涌现的大年份。他们2大元婴巅峰修士联手，国师是为了求宝，夏真则是为了求财。可如今随着陈平安闯入其中，加上陈平安在抵御天劫时还使用了半仙冰，因此夏真就觊觎上了陈平安的半仙冰。好在江上真出现打跑了夏真，但是被江上真放过一马的夏真却是心有不甘。而当年江上真游历北距泸州时，可是结下了不少的仇人，其中更多的当然是因爱生恨的红颜知己，这其中就有如今已是上5境剑修的女子剑仙丽彩。于是夏真便将江上真来到北距泸州的消息传信给了丽彩。可没曾想，当江上真再次出现在夏真身前时，江上真却是和丽彩有说有笑，并且丽彩还手捧襁褓婴孩，眼神温柔。夏真看着这一幕，直接头皮发麻。没想到丽彩又倒在了江上真的甜言蜜语中，然后夏真便大道消亡了。随即江上真带着丽彩还有婴孩真正开始返回保平州。另一边，处理完作恶多端修士的陈平安得知了江上真带走了孩童，放下心的陈平安告别杜宇后，离开了随驾城，继续开始了远游。而陈平安所行的下一站将会遇见一只性格天真的大水怪。天真无邪的小水怪周米粒出场时有多可爱呢？陈平安离开了随驾城后，来到了一处名为哑巴湖的碧绿小湖。市井传闻这座小湖千年不曾干涸，任你大旱数年湖面不降1尺，任你暴雨连绵湖水也不高1寸。而其实造就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湖中有一条黑鱼小水怪。因为哑巴湖身处黄沙万里的沙漠边缘，因此很多路过的商贾过客都在哑巴湖驻扎过夜，但从未有过伤亡。可见小鱼怪心地并不坏。而在陈平安来到哑巴湖时，正巧碰见有一群修士用一串铃铛将湖中鱼怪引出，要将其抓获。不料鱼怪果然上当，只见骤然跃出的鱼怪长达10数丈，通体漆黑如墨。但在众多修士的围攻之下，鱼怪最终变化成一个黑衣小姑娘的模样。小姑娘一边飞奔躲避着修士的围攻，一边嚎啕大哭地说道：“那串用来引诱她的铃铛本就是她的，是她当年送给一个掉入湖中差点溺亡过路书生的。那位书生说是要进京赶考，只是身上没有了盘缠。于是小鱼怪就将铃铛送给了书生，并且书生说好了要将铃铛还给他的。可是这都100多年过去了，书生也没有归还。小鱼怪最后呜咽大骂书生是个大骗子。鱼怪小姑娘的言语看似荒诞，但是陈平安却是相信了小姑娘的话语，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商贾过客都在此驻扎过夜，从未有过伤亡。事实摆在眼前，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来当地百姓和过路商贾其实应该感激他的庇护才对。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都该如此，该念他一份香火情。只不过仙师降妖捉怪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陈平安便没有出手的理由。不过在鱼怪小姑娘道出真相后，捉拿鱼怪的那群修士也笑着让小鱼怪尽管放心。他们说出手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杀他，只是这附近千沟国的国师看中了他，要将他捉去当河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们根本不顾小鱼怪愿意与否，就要强行掳走是有不对，但是他们也是受国师所托，没有办法。修士说完后还告诉了小水怪行踪暴露的真相，原来当初那位书生不但没有归还铃铛的意思，还把铃铛珍藏起当了传家宝，他们手中的铃铛也是那位书生的后人赠送给国师的，因此这才暴露了小水怪的行踪，引来了今日之祸。可鱼怪小姑娘听后哪肯去当河婆，她仍是大哭大闹，说她很喜欢哑巴湖，这儿就是她的家，说什么她也不肯挪窝。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位大宗门金乌宫路过的小剑修见小鱼怪可爱，
便要强行将她带回宗门给公主夫人当婢女。只是这公主夫人不是什么好人，在她手下当差的婢女基本都被鞭打致死了。见此，陈平安就有些意见了。如果小水怪被捉去当个河婆也算是不错，他陈平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现在这位有恩于百姓的小鱼怪要被人捉去折磨，落得个凄惨的下场，陈平安可就不答应了。于是陈平安果断站了出来，震退小剑修，救下了小鱼怪。由于此时陈平安的打扮是一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鱼怪小姑娘见愿意帮助她的陈平安，由衷的高兴。只是小姑娘一想到当初骗她的也是一位读书人，小姑娘便又高兴不起来了。她觉得这一切的好心都是装出来骗人的，毕竟当初那个读书人还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兴趣不是当官，而是写一本脍炙人口的志怪小说呢，还说到时候一定会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来夸赞他，而且一定篇幅极长，浓墨重彩。甚至那位读书人当时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哑巴湖大水怪。当时可把小水怪给憧憬的都快要流口水了。小水怪还专门提醒读书人一定要把他给描绘的凶神恶煞一些，道行高一些。那读书人答应的很爽快来着。可如今他虽然再度见到了送给书生的铃铛，但却没有见到那篇他眼巴巴等了100来年的文章，哪怕字数少一些也没有关系啊。而在赶走了那位剑修后，陈平安便准备好人做到底，与之前那波捕捉小水怪的修士谈好价钱，为小水怪赎身。毕竟那波修士行事光明磊落，不仅主动告诉捕捉小水怪的缘由，还特意向他致了歉。陈平安就想着买下小水怪，让他们回去好交差。结果小水怪一听自己只值1颗谷雨钱，气得他直跺脚，直呼让陈平安给100颗谷雨钱买下他。陈平安也懒得搭理脑子进水的小水怪，递出1颗谷雨钱买下了他。那波修士还主动将项链归还给了小水怪。而在双方交易完成的时候，由于那金蜈蚣小剑仙的护道人打伤了哑巴湖周边的一只金丹妖物黄风怪，并且这剑仙的护道人并没有斩草除根就离开了，因此导致受了重伤的黄风怪狂性大发，竟是不躲在山根中休养，反而要现身伤人性命。黄风怪肆虐，有一众僧侣为众生安全相劝众人离开，随即一众修士护送百姓离开。陈平安则逆行为除妖而去，得到自由的小水怪则是害怕的跳入湖中，潜入了湖底。然而没曾想，当陈平安除掉了黄风怪继续前行时，他的脚上却挂着一个黑衣小姑娘。这黑衣小姑娘正是哑巴湖小水怪。原来小水怪见陈平安竟轻松将他一直都害怕的黄沙怪给除掉了，所以知道陈平安本事很大的小水怪就带着所有家当要跟着陈平安一起行走江湖，并且小水怪还想顺便完成他的梦想，那就是他要找到一个读书人为他写故事。他想要名垂青史，让家家户户都晓得哑巴湖有一头大水怪。然而陈平安深知自己前路危险重重，所以陈平安当然不想这条心地善良的小傻鱼陷入危险。于是陈平安一抬脚直接将小姑娘给扔回了哑巴湖。可是片刻之后，小姑娘又追上来跟在了陈平安身后，小黑鱼就这么粘上了陈平安。陈平安赶也赶不走，还不能水煮清蒸火烤，于是无奈的陈平安只得将小黑鱼给带在了身边，两人一起跋山涉水行走人间。期间陈平安还给小黑鱼送了个周姓，又因小黑鱼经常称呼自己为米粒大的大水怪，因此陈平安便给小黑鱼取名为周米粒了。周米粒为了扬名，竟要主动现出原形给陈平安熬鱼汤。由于陈平安怎么都赶不走，非要黏着他的哑巴湖小水怪，所以无奈的陈平安最后只得将小水怪带在身边继续远游。在途中，陈平安为了好称呼小水怪，陈平安还给小水怪取了个周米粒的名字。两人一起远游，看山水神嫁女娶亲，看五岳巡游威风凛凛，看山野精怪装作文人雅士吟诗作对。行走山崖栈道，陈平安还会土建工程师附体，出拳为他人开凿穿山隧道留下方便。就这样两人走过了千山万水，直到陈平安要乘坐仙家渡船前往春鹿浦去交易东西。由于仙家渡船上修士众多，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陈平安便准备了一个大竹箱，背着小米粒。竹箱中除了小米粒外，当然还有那把陈平安时常背着的剑仙。小米粒无聊的时候就偷偷用脚踹剑仙。由于小米粒没有见过陈平安拔出过这把剑，所以小米粒几次蹲下身都想把剑给拔出鞘来看看。可每当这时候，陈平安就会开口阻止他，并且陈平安还吓唬小米粒，说这把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是小米粒再敢踹他，这把剑就真要生气了，到时候他陈平安可就拦不住了。其实陈平安可不是吓唬，要知道剑仙可是实实在在的半仙兵，剑仙要不是看在陈平安的面子上，他哪里会忍受一条小鱼怪的拳打脚踢。不过听着陈平安的吓唬，小米粒当即就是一板栗砸在了陈平安的后脑勺上，然后他就假装不是故意的，只是在他故技重施敲了陈平安数次过后，陈平安就告诉小米粒他可是买了一整坛酸菜的，有了酸菜可就能做酸菜鱼了。瞬间就明白的小米粒当即泫然欲泣，蹲在竹箱中默默擦拭眼泪。陈平安就这么背着小米粒上了仙家渡船，然后在渡船上，小米粒就听人谈论起了黄风怪被人除掉的消息。只是谈论的众人都不知道除掉黄风怪的高人是谁，一直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存在的小米粒就很想告诉他们，那黄风怪就是他哑巴湖大水怪和陈平安给打杀的。可是陈平安不让他透露这件事，委屈巴巴的小米粒就请求陈平安说，只要陈平安能答应让他告诉众人真相，
他就现出真身，自己剐下几斤鱼肉来让陈平安做水煮鱼。只是陈平安当然没有同意，但为了让小米粒安心，陈平安就告诉小米粒，以后他会找人帮着写哑巴湖大水怪的故事，并且书中还会写上是哑巴湖大水怪一拳打死的黄风怪。小米粒一听这才安心下来。虽然小米粒确实是一根筋傻乎乎的，但是他身上却有些东西千金难买。就如闲暇下来的陈平安要去买底报来看看北距泸州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仙家底报可都是记录的关乎山上仙人的事情。小米粒一听便要主动掏出神仙钱为陈平安去买底报，只是没曾想当小米粒回来的时候却是受了伤，并且小米粒为了不让陈平安发现他受伤的事情，踉踉跄跄返回的他先是躲在廊道尽头的远处，蹲在墙根让自己缓过来后才回到陈平安的房间里面。小米粒可不会觉得身边有个剑仙就觉得应该怎么样，可小米粒受伤的事情又怎么会瞒得过陈平安？陈平安主动询问小米粒发生了什么事，眼见没有瞒过陈平安的小米粒瞬间泪流满面，使劲咽下嘴中一口鲜血。只是小米粒怕惹麻烦，说什么也不肯说出实情。小米粒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他是见过好多生生死死的大水怪，见过很多人就死在了哑巴湖附近，他都不敢救他们，因为黄风怪很厉害，他只要一出去不仅救不了谁，就连他自己也会被黄风怪打死的。所以这些年他就只能偷偷将那些被黄风怪杀掉的一些尸骸收拢起来，有些会被人哭着搬走，有些就那么留在了风沙里边，很可怜的。小米粒说他其实不是怕死，就是怕没人记得他，天下这么多人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存在呢，这也是小米粒一直想要扬名的原因所在。见小米粒不肯说，陈平安安慰了小米粒后告诉他，很多时候的很多人爹娘不教，先生不教，师傅不教，就该让世道来教他们做人。最后经过陈平安的劝说之下，想开的小米粒还是道出了实情。原来在他买底报的时候，有人嘲笑小米粒这只小精怪，只是小米粒却不知道对方的笑意，于是小米粒为了礼貌他也就回笑了一下，没想到对方却认为是挑衅，就故意把他撞的底报洒落一地。对方趁着小米粒捡底报的时候就踩了他一脚，并且对方还拿脚尖重重的拧了一下，小米粒疼得皱眉咧嘴露出了牙齿，结果那人就一脚将他给踹飞了。如果最后那人不是被渡船上的其他人给拦住了，小米粒只会更惨。陈平安听着小米粒的讲述，虽然表面没有露出任何神情，但他内心深处早已怒火滔天。小米粒这一路跟他走过了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从来没有惹过事，一路上他就只是睁大眼睛，对着哑巴湖外的广袤天地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而现在就只因为小米粒是一只小精怪，就无辜遭人欺凌，所以这是陈平安不认可的。陈平安告诉周米粒，与善人为善，与恶人为恶。随后陈平安就压低了自己的境界，故意将周米粒带到了外面渡船栏杆上游玩。于是这一刻的渡船之上，很多修道之人和纯粹武夫都瞧见了古怪一幕：一个黑衣小姑娘双臂晃荡，仰头挺胸大步在渡船栏杆上走着，脚下栏杆那边，陈平安手持折扇面带笑意拉着栏杆上的小米粒缓缓而行。这一幕在众人眼中却是一只小精怪和一个小修士竟然如此张扬。陈平安这极度显眼的操作自然是想引诱那些恶人现身。果然没过多久，许多修士都看不过眼，甚至更是有人直接用暗器出手，想把周米粒从渡船之上打入地面直接摔死。但是这些人的偷袭都被陈平安一一化解了。事后陈平安还故意装作受伤的模样，好让众人轻视他，然后果真有更多人现身嘲笑，还要打杀他们俩。周米粒见此想要劝陈平安离开，陈平安则是摇头拒绝，他这一次要好好和这群恶人讲讲道理。随即陈平安也不装了，结果可想而知，这艘只在1周之内横飞的渡船之上根本没有上5境修士存在，所以陈平安在渡船之上就是无敌的存在。陈平安将那些随随便便出手就想置小米粒于死地的人通通都给扔下了渡船，至于那些不怀好意之人，陈平安就只是狠狠将其教训了一顿。周米粒见陈平安为他出头，却是开心不起来，他低下头走到那陈平安身边，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对着陈平安说了声对不起。因为周米粒依旧傻乎乎的觉得这些麻烦是他给带来的，那么让心善的陈平安眯眼露出杀机，也是由他造成的。可周米粒不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位好人小姑娘，没有周米粒的存在，那么心境上衍生的恶念只会让陈平安更倾向为恶。可现在有了小米粒的这份善意，在心境上拔河的陈平安只会依旧保持住那份善意。所以陈平安告诉周米粒没有关系，与人为善从来都不是什么错，这个世道从来都是亏欠着好人，却没有好人亏欠了谁的道理。陈平安小心保护着小姑娘，不只是保护她的安全，还有那份纯净的善意，哪怕是见过许多人心鬼域都能一如既往。然而在陈平安教训完这帮为恶之人后，却有更大的麻烦找来了陈平安。那鬼域谷的高成为了初一再次向陈平安伸出了魔爪，高成为夺飞剑初一算计周米粒，恶念抬头的陈平安展现超强后台，惊呆披麻宗宗主。陈平安带着周米粒乘坐仙家渡船要前往春鹿浦，可是周米粒在渡船上却因为小精怪的身份无辜被人欺负。陈平安强势为周米粒出气，揍遍渡船上的所有恶人后，他却是突然如临大敌，为周米粒穿上了一件防御法袍，并且陈平安还告诉周米粒千万不要动。然后陈平安自顾地说，如果今天周米粒死在了渡船之上，那么他陈平安就会让整座北距泸州都知道哑巴湖大水怪的存在。
同时陈平安也安慰周米粒，让她别怕。陈平安说他会尽全力护住周米粒的。然而陈平安之所以会突然变得反常，是因为陈平安发现了要抢夺初一的高成也在这艘仙家渡船之上，所以在嘱咐完周米粒后，陈平安直接大声呵斥让高成现身。眼见行踪暴露，高成索性也不再隐藏，他的一魂一魄便坦然出现在了陈平安身前。其实自高成在鬼域谷截杀陈平安抢夺初一失败后，高成就一直严密监视着陈平安，哪怕陈平安离开海谷滩时有披麻宗帮着遮掩，也依旧没有瞒过高成。因此自陈平安离开海谷滩后，就一直被高成所跟踪。因为高成所在的鬼域谷有披麻宗修士严防死守，所以高成自然难以离开鬼域谷。于是高成便分出一魂一魄，悄悄离开鬼域谷，跟踪起了陈平安。只是这一路高成都不敢对陈平安动手，因为高成明白他的老对头披麻宗也知道他不可能放弃抢夺初一，毕竟初一是关他的大道根本，不会让他得偿所愿的。披麻宗必定会在陈平安身上留下后手，所以高成清楚，他若是直接对陈平安动手，抢夺初一的机会将会很渺茫。如果一旦失败，还会引起披麻宗和陈平安的警觉，到时候他再想离开鬼域谷接近陈平安只会更难。所以高成深知他抢夺初一的机会只有一次。然而高成所预料的也的确没有错，陈平安自离开海谷滩后，披麻宗的女子宗主竹泉就一直在暗中为陈平安护岛，并且陈平安与竹泉有过约定，只要不是高成出现，他陈平安即便身死竹泉也不用现身相救。所以哪怕是陈平安在随驾成立扛天劫生死一线时，竹泉也没有现身。陈平安这样做自然是不想提前暴露竹泉这张王牌，因此在高成的一魂一魄出现后，竹泉也随之出现，然后高成的这一魂一魄就此陨落。可这一次高成陨落的过于顺利，反而让陈平安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于是为了小米粒的安全着想，陈平安便准备让竹泉帮忙安排把周米粒给送到宝瓶洲落魄山。可是小米粒一听要离开陈平安，自然是不肯，于是陈平安就给小米粒说起了落魄山有赔钱陈暖树等等，到了落魄山有他们陪伴肯定会很快乐。最重要的是陈平安说他家乡那边有个朋友叫徐远霞，他正好在写一部山水游记。陈平安就说小米粒去了可以把他哑巴湖大水怪的故事说给他听，让徐远霞把这些故事给写到书里去。周米粒一听去了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才同意。随后陈平安又指点了周米粒如何与落魄山众人相处。陈平安把事情交代完毕后，周米粒便被竹泉带走。然而在竹泉离开后，事情果真如陈平安预料一般，高成的魂魄并没有真正死绝，而且高成再次现身出现在了陈平安身前，并且这一次现身的高成还信心满满的告诉陈平安，等他陈平安游历完北距泸州后，陈平安将会自愿把初一给送到鬼域谷他高成的手中。说完后，高成还毫不遮掩地讲出了缘由。原来在陈平安带着周米粒上仙家渡船之前，周米粒曾嘴馋买了很多龟苓膏吃下，而高成则是把一缕魂魄的分魂给放进了龟苓膏中，让周米粒吃下。高成便是用周米粒的生死要挟陈平安交出飞剑初一。以高成这段时间跟踪陈平安的了解来看，陈平安势必会为了周米粒乖乖交出初一。说完后，高成的这缕神魂才真正消散天地间，而离去的竹泉也感知到了陈平安这边的变化，再次去而复返。陈平安虽不知道高成言语的真假，但此事关乎着周米粒生命的安危，因此陈平安只得宁可信其有。然后陈平安就让返回的竹泉仔细查验了周米粒的神魂，可竹泉却是没有探查出周米粒神魂中有什么不对劲。为了以防万一，陈平安便麻烦竹泉将周米粒送回落魄山时，让竹泉与披云山魏伯说一声，把崔东山立即叫回落魄山仔细探查小米粒的神魂。竹泉也担心高成留下后手，只是直性子的他有些不相信那个崔东山的本领比他高，毕竟他竹泉可都没听说过崔东山这号人物。对此陈平安只是回道，若是崔东山都不能查出小米粒神魂是否有问题，那么就没人可以查出了。竹泉选择相信陈平安，但是竹泉却是有些好奇，最后若是真被高成得到了初一，那么他陈平安又会怎么做？对此陈平安只是回答说，他会先让一个名叫李二的石镜武夫还他一个人情感赴海谷滩，他会要他那个暂时只是元婴的学生弟子为先生解忧跨州赶来海谷滩，并且他还会去求人，是他陈平安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求人。他会求那个同样是石镜武道巅峰的老人出山，离开竹楼为半个弟子的陈平安出拳一次。既然求人了，那就不用再扭捏了。陈平安说最后会求一个名叫左右的剑修，就说小师弟有难将死，恳请大师兄出剑，到时候只管打他的天翻地覆。玉仆境的竹泉听着陈平安娓娓道来的答复，他竟然莫名感到了一丝恐惧，可陈平安的答复却并没有停止。陈平安说如果这些人出手都没法除掉高成，甚至再跑出什么一两个飞升境靠山，那么也没有关系，正好他陈平安就不用求人了，只因他陈平安还有一件随他同行，这一件自然就是指的剑妈了，毕竟我有一妈。15境之下嘎嘎乱杀。而在陈平安说完了豪言壮语之后，他却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袖，默默流起了眼泪。最后陈平安哽咽道，齐先生因他而死，天底下最不该让齐先生失望的人就是他陈平安，不是吗？所以唯独他陈平安不能这样做。陈平安这一路走来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如今又遭遇了高成的种种算计，众多苦楚的叠加，终究把陈平安逼得快要崩溃了，以至于陈平安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恶念抬头，所以陈平安便心中有了开口求人的念头。而陈平安一旦这么做，势必会丢掉本性，还会让所有看中他的人失望。好在最后陈平安看到了自己的双袖，陈平安双袖中曾经可是有过齐先生的春风寄句，所以双袖致使陈平安想到了齐先生。正是因为齐先生让陈平安在关键时候压下了心中恶念，所以幡然醒悟的陈平安才明白自己的想法错了，而高成的算计也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毕竟崔东山的手段，天下可是没几人能相提并论的。高成这一次算是给碰到硬茬了。周米粒初见赔钱时是如何被赔钱拿捏的呢？在遭受了无数苦难之下，陈平安终究让自己的恶念抬头。好在最终陈平安想到了齐先生，及时压下了心中恶念。不过从陈平安恶念抬头时所念及到的强大帮手中，被震惊的披麻宗宗主竹泉也得知了陈平安师出文圣一脉，因此对左右十分仰慕的竹泉立马化身小迷妹，让陈平安有机会一定要把左右给请到披麻宗来，让他见一面。毕竟左右可是北距泸州人人都敬佩的大剑仙，当初左右仅仅只是路过北距泸州版图的海域，就引得北距泸州4位剑仙前去找他问剑。但是这4位剑仙问剑之后，其中3人都选择了沉默，唯独那位率先赶去拦截左右的玉仆境剑仙返回之后，就直接放话给整座北距泸州，要想问剑左右仙人尽起步。于是实力强横又是剑修的左右，自然成为了北距泸州人人敬仰的大剑仙。竹泉笑呵呵地说完了，还抹了把嘴，若是真能和左右见上一面，那可就太得劲了。但是陈平安却是直接拒绝了竹泉的请求，毕竟当初左右可是说过他陈平安没有资格当他小师弟的，所以陈平安不认为他能请来左右，不然先前陈平安也不会说是去求左右来帮忙了。竹泉见没办法，也就带着周米粒离开了。陈平安独自乘坐渡船前往春鹿谷，周米粒则是在竹泉的安排下前往了宝平州落魄山。而落魄山这边，自陈平安去往北距泸州后，被送往小镇学塾的裴钱刚开始可没有求学的心思，时常就想着翻墙翘课，但是一开始有猪脸盯着学塾，还是足足盯了约莫1旬光阴，深知逃不了的裴钱总算习惯了在那边的求学生涯，再不会想着翻墙翘课。不过裴钱虽然习惯了求学，但是随着陈平安离开的时间增加，裴钱却是变得越发的沉默了起来。落魄山众人都为裴钱的变化愁眉不已，直到有一天猪脸领来了一个小女孩，裴钱才得以恢复往日的欢快。而这位小女孩正是周米粒。由于陈平安让周米粒带了话给裴钱，于是在周米粒到达落魄山后，猪脸第一时间便将小米粒带到了小镇与裴钱见面。而当猪脸领着周米粒见到裴钱时，裴钱看着这个新面孔的女孩也是一愣，直呼以为是猪脸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猪脸这才解释，小女孩名叫周米粒，是陈平安从北距泸州给送来的。裴钱一听是师傅给送来的，当即对周米粒来了兴致。不过此时的周米粒气势高昂，双臂环胸，还绷着脸与裴钱对视。于是为了打击气势很足的小米粒，裴钱当即就笑眯眯对小米粒说晚上请她吃水煮鱼。说完之后，裴钱还一手手掌做刀，一手手心做砧板，做出切鱼片的姿势。然后裴钱双手摊开成小米粒的长短，询问小米粒是否吃过那么大的鱼。周米粒见此立即不敢再摆出双臂环胸的姿态，他皱着脸，满脸的汗水，眼珠子急转不停。裴钱眼含日月，他的双眼自然看出了小米粒是条小鱼怪变化而成，所以裴钱这是给了小米粒一个下马威。然后小米粒灵机一动，用别别扭扭的大力官话对裴钱说道：“你师父让我帮忙捎话，说他很想念你爱。”裴钱一听，一双眼眸蓦然放光，他看向小米粒的眼神也瞬间变得很是慈祥了。随即猪脸便将小米粒留在了裴钱身边。在这之后，裴钱身边就多了个黑衣小姑娘，裴钱也恢复了往日的笑容。没过多久，崔东山也从百忙之中抽身回到了小镇。崔东山受陈平安所托，要查看周米粒的神魂是否被高成做了手脚。于是在崔东山的仔细查探之下，高成果真在周米粒身体中放了一丝魂魄，只是这等小算计被崔东山轻松解决了。然后解决完事情的崔东山看着裴钱和周米粒笑了笑，感叹道：“日月之辉，米粒之光。”裴钱眼含日月照人心鬼域，判善恶两边。周米粒身如米粒随世事无常，应黑白分明。然后崔东山腹后之手轻轻抬起，双指之间捻住一粒漆黑如墨的魂魄残余。这缕残魂正是从周米粒身体中抽出的高成魂魄。崔东山看着这缕残魂，扯了扯嘴角：“不好意思，遇上我崔东山算你倒了8辈子血霉。”高成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对陈平安的算计反而会成为他致命的缺陷。那么崔东山又会如何处置高成的残魂呢？崔东山把高成残魂做成了小刺人。陈平安在北距泸州开启了包袱斋。在崔东山赶回小镇，从周米粒身体内把高成的残魂取出来后，他便前往了落魄山，让珠帘请魏博给北距泸州的披麻宗传讯飞剑，询问高成的生辰八字、家乡族谱等等信息。既然高成胆敢算计他的先生陈平安，崔东山就没打算放过高成。于是崔东山就想着要把高成的这缕残魂好好利用一下。
为自己先生出口恶气。在说出了主要目的后，崔东山便与朱脸聊起了落魄山的事务。两人闲聊中也是透露出了江上真回归宝瓶洲时曾带着丽彩来过落魄山，并且江上真还主动开口向朱脸讨要一个落魄山供奉的身份。而江上真所在的玉龟宗刚在书简湖建立下宗，朱脸也不知道江上真进入落魄山的真实意图，因此朱脸便以江上真拍马屁功夫不行的理由拒绝了江上真。可没想到江上真还真认同了朱脸拒绝的理由。江上真说是要回去好好钻研钻研，争取下次能入落魄山。只是在江上真与朱脸交流时，郑大风用色眯眯的眼神一个劲地盯着女子剑仙丽彩看，以至于生气的丽彩出剑要教训郑大风一顿。朱脸本想出手阻拦，奈何远游境的他根本不是丽彩的对手，最后还是崔成隔空递出了半拳才摆平了丽彩。加上有江上真好说歹说，才得以让丽彩气消。对此，崔东山直接言明朱脸如今太弱，境界提升同样太慢，以至于落魄山遇事都需要他爷爷出面才能摆平。可曾经为武疯子的朱脸现在的志向并不在武道一途之上。要是崔东山对朱脸说那山巅之上的女子个个都是绝世风姿，明艳动人，说不定朱脸的心态还可能会回归在修道一途上。询问完落魄山的事务后，崔东山便返回了小镇。夜色中，崔东山去了一趟小镇曾经堆放破碎瓷器的老瓷山，选了一大麻袋破碎瓷片的崔东山又开始重操旧业造瓷人了。在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斗，最终崔东山造出了一个尺余高的小瓷人。小瓷人身体四肢有无数裂缝，崔东山直呼小瓷人为高老弟，而这位高老弟正是崔东山为高成的残魂量身制定的躯壳。只是这小瓷人尚未开脸，崔东山还需等高成的生辰八字诸多信息到来，然后他才可以开始实施报复高成的计划。由于飞剑传信还需一些时日，崔东山便先行带着高老弟离开了小镇，高成的悲惨之路也由此开始了。其实高成算计陈平安的这缕残魂本可以控制消散回归本体，慢慢的把他丢失的魂魄修补齐全，奈何他偏偏碰见了对灵魂造诣比他高的崔东山，而经过崔东山这么一加工，使得他这缕残魂被禁锢到了瓷人中。这样一来，高成就没有办法摆脱崔东山的控制，他就会一直缺少这一缕魂魄，甚至在崔东山的慢慢教导强化之下，这缕残魂还可能会成长强大到压制他的本体存在。到时候身在鬼域谷的高成就会体验到自己账号被异地登录的感觉。到那时，崔东山至于是控制高成掌握鬼域谷，还是跟高成谈判做生意，就全看崔东山的意愿了。另一边，陈平安到达春鹿浦后，结识了一位名叫柳志清的金丹剑修，两人时常切磋砥砺自己的修为。顺便，陈平安也开始做起了包袱斋买卖各种法宝。当初陈平安游历鬼域谷是因为有贺小良的存在，陈平安可是收获了极多的法宝，所以陈平安才会特意来到这有众多修士交易的春鹿浦开设店铺。陈平安开设的店名为皮府，由于没有名气，刚开始可没什么人光顾。好在有金丹剑修柳志清当托，在陈平安店铺中买了一件法宝招摇过市，加上陈平安在前来春鹿浦的渡船之上展现了超强的实力，于是春鹿浦所在的宗门也有人来皮肤店一赠千金。就这样，在两方神托带护王的加持下，陈平安的店铺一下就火热了起来。陈平安也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日进斗金的感觉。之后，陈平安又收到了落魄山的家书，信中崔东山表明高成确实对周米粒做了手脚，但现在已经被完美解决了。除此外，信中还有赔钱对师父的思念。看着这方家书，陈平安心里暖如春阳，终于可以安心的陈平安便要开始继续远游。陈平安将皮肤店铺交给了春鹿浦宗门代为打理，然后陈平安再次开启了远游。而在这一次，陈平安又将收获一位仙子的爱慕。撼山拳的创始人武道境界有多高呢？陈平安离开了春鹿浦后，依旧一路北游。途中，陈平安得知了北距泸州有4位指境武夫，而这4位指境武夫中便有2位和陈平安有所关联，其中最新的一位正是陈平安认识的李二。李二由于从宝瓶州搬来北距泸州时间不长，因此北距泸州的修士基本不知道他的来历跟脚。虽然李二出手的次数寥寥无几，每次出拳也不会打杀人，但他却是实实在在拆了2座山头的祖师堂，而且这2座祖师堂俱是有元婴剑修坐镇的仙家府邸，所以北距泸州山水砥报才敢断言李二是一位新崛起的指境武夫。据说李二与狮子峰关系匪浅，而另一位和陈平安相关的指境武夫便是撼山拳的创始人顾佑。只是现在的陈平安并不知道撼山拳的创始人就在北距泸州，而顾佑和一位名叫姬月的仙人境剑修有着生死之仇。两人在数十年前大战过后，顾佑便不知所踪。姬月这些年也是一直在谋划要引出顾佑一决生死。离开春鹿浦的陈平安碰巧就撞入了姬月的布局中，好在陈平安敏锐地察觉到了乱局背后有高人谋划，所以陈平安只是旁观，并没有打乱姬月的计划。一直在背后监视的姬月见陈平安还算机敏，于是姬月一时兴起，便主动现身，准备打去陈平安。可没成想，姬月竟是通过陈平安头上的簪子看出来陈平安的来历。
毕竟离珠洞天和北俱泸州的距离最为相近。当初齐敬春力扛天劫大战三教圣人的名场面，也是被北俱泸州的大修士们亏得一丝天机。可姬月却并不知道齐敬春是代师收徒陈平安，因此看见玉簪的姬月就以为陈平安是齐敬春的弟子。姬月也是非常敬佩齐敬春这位胆敢真正逆天行事的读书人，所以姬月就告诫陈平安别给自己的先生丢人，并且姬月还让陈平安带话给左右，说是左右的剑术其实没有那么高，当年海外一战是他大意了，加上当初他境界也不高，所以才没能扛住左右的一剑。原来这姬月正是当年那位第一个出海挑战左右的玉仆境剑修。听着老前辈的告诫，陈平安欲言又止，最后他却只是点点头，没有说破齐先生带师收徒的事情。两人离别前，姬月还提醒陈平安，让陈平安最好把簪子收起藏好，不然若是被北俱泸州的其他剑修给看出陈平安的师承，那些剑修一定会忍不住对陈平安出剑的，哪怕会惹来左右，他们也不会收手的。毕竟北俱泸州的风气就在快意二字。面对姬月的好意，陈平安抱拳感谢了姬月的教诲。离开姬月后，陈平安来到了一处武陵国地界，一场暴雨突然倾泻而下，陈平安只得暂时躲在一座刑庭中避雨。然而没一会，有武骑也匆匆赶到了这座刑庭躲避大雨。这一行人之中便有武陵国4大美人之一，不要大到只要良人陈平安的随景城，一心只有宁瑶的陈平安对待其他女子有多无情呢？陈平安为躲避暴雨，在一座刑庭中偶遇了武陵国随景城一家人。要说这随景城也是一位奇女子，传闻在随景城出生的那天，她的娘亲就曾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怀抱婴孩亲手交给了她，然后随景城便应运而生了。出生后的随景城自幼聪慧无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早年家中还有云游高人路过，赠予了随景城3支金钗和一件名为竹衣的素纱法袍，以及一本仙人功法的小册子。那位高人赠礼后只是说这是道缘，如今已经而立之年的随景城也是至今还未嫁人，但她却依旧美艳动人，宛如壁画走出的仙子，并且随景城还凭借着当初那位高人留下的小册子，成了一位接近3境的炼器士。此次随景城便是跟随父亲前往大篆王朝参加棋会，双方因为突遇暴雨相逢在了一座刑庭避雨。趁着下雨的间隙，随景城的父亲就与陈平安下起了棋打发时间。然而没过多久，有一伙江湖武夫也来到了这所刑庭，这伙看似路过的武夫其实正是奔随景城而来。随景城不仅美艳动人，其身上更是有当初高人赠送的法宝机缘，所以这伙人便是受人指使，要将随景城给哄骗到山上炼制成一座活人炉鼎，到时候再将他转手赠予一位元婴修士，要的就是人财两得。这伙武夫的意图自然被陈平安看不懂，于是陈平安就继续装作文弱书生，被这伙武夫欺凌。然而自始至终，随家一行人都没有出手相助，好在最后这伙武夫并没有对陈平安下死手，失望的陈平安也就没有了出手相助的理由。在离开刑庭一段距离的陈平安转头对着刑庭玩味一笑，然后大步离去。可这一幕恰巧就被随景城给看见了，聪慧的随景城也由此感知到了陈平安的不凡。而在陈平安离开后，这群武夫开始了精湛的表演，来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份，获取了随家的好感。然而他们的表演虽然无懈可击，但自幼聪慧的随景城仍是看出了对方的不轨之心。随景城自知不敌对方，所以他只得假意示好，答应与他们同行。凑巧他们所行的路线与陈平安离去的方向相同，因此骑马而行的他们很快就赶上了陈平安的脚程。可就在队伍将要离开陈平安时，随景城却突然拨转马头，直奔陈平安身边，然后纵身下马的随景城猛然摘下了遮面的斗笠，露出了他的绝世容颜。随景城大喊说只要陈平安能救下他随景城就以身相许。不曾想听到随景城话语的陈平安直接就是一巴掌，打得随景城在原地几个翻转倒地。随景城当即懵了，心想自己的绝世容颜不管用了吗？然而随景城不知道的是，陈平安可是实实在在的怕老婆呀，若是被宁瑶知道有漂亮女子要对他陈平安以身相许话，他陈平安可真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到时可免不了被宁瑶一顿打。不过陈平安打归打，如今人家姑娘既然求上门来了，陈平安也就只好出手救下了随景城。事后随景城便缠上了陈平安，而出过手的陈平安也不得不带上随景城，因为一旦留下随景城，只会引来山上仙人的报复，随家才会是真正面临灭顶之灾。可若是陈平安将随景城带在身边，基于随景城宝物的仙人就只会找陈平安的麻烦，随家反而没有危险。将好事做到底可是陈平安行走江湖的原则。之后陈平安便带着随景城一起游历江湖，期间随景城也是展现了超强的心智，纵然是陈平安也忍不住感慨，若是让随景城随崔东山上山修行一段时日，下山之后将会有无数修士被他玩弄于股掌中。而随景城跟随陈平安走了一小段江湖路后，也是被陈平安人格所折服，所以随景城就想拜入陈平安门下修行，但却被陈平安直接拒绝了，只因为这一路陈平安对随景城的观察，
陈平安发现隋景成与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太像了，因此陈平安不觉得自己能够教隋景成太多。至于传送什么仙家术法就更没得说了，毕竟现在陈平安也仅仅才练气势3境而已。不过陈平安确实告诉隋景成，如若他能够活着离开北俱泸州去往宝瓶州，到时候自有机缘等着他去抓。陈平安其实打算让隋景成去宝瓶州找崔东山，跟崔东山修行。崔东山肯定知道该怎么教隋景成，不但是传授仙家术法，想必做人亦是如此。而当初崔东山曾询问过陈平安一个问题，以错误的方法达成一个极其难得的正确结果，错有没有错？当初的陈平安并没有给出答案。如今陈平安已经走过了千万里路，见识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心，所以陈平安对于崔东山当初的那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想法。陈平安就想着让隋景成顺便把答案带给崔东山，于是陈平安把一些重要的想法刻在了随身的行山杖上后，告诉隋景成，找到崔东山后就告诉他那个问题的答案。他陈平安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但是回答问题之前必须先有2个前提：一是追求之事必须绝对正确；2是有错之错且知错可改。至于如何改，以何种方式去知错和改错，答案就写在了行山杖上，让那崔东山自己查看。而且陈平安希望崔东山能够比他看得更细更远，做得更好。一个一即是无数一，即是天地大道人间众生，让他先从目力所及和心力所及做起，不是那个正确的结果到来了，期间的大小错误就可以视而不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不但需要他重新审视，而且更要仔细去看，不然那个所谓的正确结果仍是一时一地的利益计算，不是天经地义的长久大道。虽然隋景成听不懂，但他仍是使劲记下了陈平安所说的话语。之后陈平安便护送隋景成前往仙家渡口。由于以陈平安如今的修为还没办法带着隋景成御风远游，所以陈平安只得徒步带人前往。2人一起跋山涉水，遇见了各种光怪陆离的怪事趣事，也结识了武林国第1大侠王盾，甚至还经历过一场针对陈平安的凶险围杀。前来刺杀陈平安的乃是北俱泸州首屈一指的歌路山刺客。毕竟陈平安把隋景成拐走了，基于隋景成宝物的人又怎么会轻易罢休呢？可他们仍是低估了陈平安的修为，这一波刺客刺杀不成，反落得个生死道消。而在陈平安护送隋景成前往仙家渡口的这段时间，落魄山也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裴前再见曹清朗自残无比，终于下定决心要习武。陈平安在北俱泸州带着隋景成游历江湖时，落魄山也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当初东海老道人离开浩然天下时，曾将藕花福地一分为4，其中1/4的福地便交给了剑妈带给陈平安，只是剑妈因魔剑一直被耽误，直到陈平安前往北俱泸州后，剑妈才将这1/4的福地交给魏博送到落魄山。因此落魄山的崔成、朱脸、郑大风以及魏博难得聚在了一起。如今山主陈平安不在，崔成便决定让朱脸和裴前先进入家乡去看看。于是魏博施展神通，当即便将正在抄书的裴前给拉到了众人跟前。接着朱脸便带着裴前进入了藕花福地南苑国。看见久别的家乡，裴前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回过神的裴前开始胡乱挥舞，哈哈大笑。接着有一位青山老儒是掠空而至，来者正是如今这1/4福地最强高手南苑国国师重丘。已经知晓福地真相的重丘看见2人的降临，并没有吃惊，重丘反而是开口笑着询问陈平安为什么没有来。裴前昂首挺胸地回答说自己的师傅如今没有空，这才让他这个开山大弟子先来家乡看看。可接着裴前却如遭雷击一般，再无半点嚣张气焰，他甚至有些手脚冰凉。在那之后他就一直浑浑噩噩，直到离开了藕花福地才稍稍回过神。而裴前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古怪的变化，是因为裴前看见了曹清朗，而且还是变得更加优秀的曹清朗。要知道当初陈平安在藕花福地历练时，一直就比较看重曹清朗，对于裴前陈平安根本不喜欢，甚至是厌恶裴前。陈平安也曾亲口对裴前说过，自始至终他想从藕花福地带出来的人一直都是曹清朗，只是由于东海老道人强行插手，他才不得不将裴前带在身边。如今裴前虽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陈平安的认可，还成为了陈平安的大弟子，然而裴前知道这个大弟子的身份其实是属于曹清朗的，所以在裴前的内心他是最想强过曹清朗的。由于曹清朗被留在了藕花福地身边，没有陈平安的教导，加上曹清朗家人还都被丁英给杀害了，裴前就认为失去至亲的曹清朗肯定会变得和他小时候一般，最后成为一个碌碌无为之人。因此裴前觉得自己说什么也比曹清朗要强。然而没曾想，随朱脸回到家乡再见曹清朗时，裴前却发现曹清朗并非如他想象的一般。如今的曹清朗虽年纪不大，但温润如玉，甚至从他身上还能看出陈平安的身影，这又怎么会不让裴前吃惊呢？同时裴前也感到了浓浓的危机降临。裴前就担心等陈平安回到落魄山见到现在的曹清朗后，陈平安就将不会再疼爱他，转而继续喜欢当初想带走的曹清朗。感到危机的裴前自然就想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于是回到落魄山的裴前就主动找到了崔成。裴前竟是破天荒要跟崔成习武练拳，对此崔成只是嗤笑裴前，跟他崔成习武就必须要不怕吃苦，一旦决定跟他学拳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裴前眼神坚毅，再次肯定了学拳的想法，并且裴前还告诉崔成，就算他到时候会哭会反悔，也一定让崔成把他打得不敢哭。
不敢反悔。崔成对于赔钱的答案有些意外，爽朗大笑。接着，崔成看着赔钱的双眼，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学拳？赔钱双拳紧握，沉默许久，才开口回答。赔钱说他谁都可以比不过，唯独一个人，他不能输给他，绝对不可以。这个人自然就是曹晴朗了。但崔成并没有询问赔钱口中的人是谁，而是直接将赔钱收为关门嫡传。对此，赔钱抹了把眼泪，重重点头，向崔成鞠躬致谢。在陈平安那边，从来没有虚架子的崔成，也是坦然站起身，郑重其事地受了这一拜。既然行了拜师礼，崔成就自然要好好的用心的教导赔钱了。于是崔成当即一闪而逝，一手就将赔钱给按在墙壁之上，打得赔钱浑身骨骼咯吱作响，七窍流血。然后崔成微笑询问赔钱还要学吗？赔钱仍是坚定的怒吼，就算是死也要继续学。崔成开怀大笑，认可了这位弟子。至此，赔钱正式踏入了武道一途，也开启了挨打之路。与此同时，道家所管辖的清明天下，道祖新收的关门弟子，在被陆晨从白玉京摔成粉碎后，又被道老二给复原了，并且死而复生。道老四的身躯皮囊，简直就是世间罕见的天生道骨。修行一世一日千里，生来就是洞府境。不但如此，在复原的道老四体内的3处本命窍穴当中，还安安静静搁置了3件仙兵，等着他去慢慢炼化。这3件仙兵乃是他的3位师兄送给他这位小师弟的见面礼。除此之外，道老四身上最差的一件家当，是那件穿着的名为莲子的半仙兵法袍，品质相对最低。可如今整座清明天下，除了屈指可数的得道仙人，恐怕已经没人知道这件法袍的来历。不过简单来说，穿着这件道门法袍，道老四就算去了其余3座天下最凶险之地游历，坐镇之人境界越高，道老四反而就越安全。因为境界高的人一定会认出道老四身穿的法袍来历，到时候就算是道老四伸长脖子给人杀，对方都要捏着鼻子乖乖恭送他出境。可见道老四生来就是无敌的存在了呀。虽是如此，但是陆晨还是亲自带着小师弟开始游历天下，感悟道法。